教练之前的 ID 叫一笑嘛，这个赛季来到了苏州快手之后更的名，用自己的本名了，万子奇教练。今天把这关羽针对到位了，再搬个司空震。这关羽司空震一般是不是想拿个戈亚？今天真的就是不让青青拿到这种能 C 的边哈。TTG 的话就是2套体系，张良和鲁班大师、这2套在这个时候给不了苏州快手的。看看快手的一楼选择，陈梦溪 ，TTG 没火舞了。对，但是他有嫦娥，有嫦娥，有海月，对，有嬴政，有这3个，还挺多的。对手蒙西的话，还可以用张飞。对手蒙西选出来也可以观望一下。其实选一个续航符也行，也未必一定要是张飞。索利亚的话，夏侯惇在外面还没用。对吧？广州 TTG。如果再选夏侯的话，那今天 TTG 真的就是前4局全都给嘉兴选了谭野。谭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高胜率的野合啊，比如说他的镜啊，在这个赛季目前嘉兴可是保持了100%的胜率。死裂深渊，还是选了夏侯惇。看快手这里仓之后要不要加个阿古朵？选择了夏师傅，这个夏洛特怎么感觉也是抢啊？有这种说法，对吧？今天其实快手这里挺针对青青，就你可以理解为青青今天拿到了一个顺手的英雄，就是狂铁。然后达摩那把的话，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空间。然后杨戬的话，那把也比较难打。然后到了这一把的话，司空震被搬，关羽被搬，然后夏洛特被抢。然后前置位选位上最后也没给到他。对，然后你在对面拿夏洛特的情况下，你又不好选马超，等于马超也被处理掉了。不行就给青青来个芈月。芈月。按这个阵容的强度来讲的话，确实还不错。你这个阵容的话，就少一个大 C 是个射手，那芈月的作为一个单带点来讲的话，打4-1分推，这个阵容确实还可以。对。不过苏州快手他既然前3手是这么出的话，后面看野和老虎已经被搬了。对，一直在搬小雪啊，戈亚后羿都搬掉了。哎，大司命也没了，敖颖也搬了。快手后3班全给了射手。啊，射手这个选择上就不是很多了，没有一个可以做大核的射手，你除非是拿伽罗这种，但伽罗活不了。看九哲教练给 TTG 给小雪选什么？给小雪再选的话，这把2个选择吧，我觉得，要么是个阿古朵，要么是个狄仁杰。阿古朵自保能力比较强嘛。是的。狄仁杰的话就比较吃优了，他这个阵容双大夏侯惇加嫦娥是可以选狄仁杰的，其实狄仁杰的话就打优。就不要考虑后期了。然后正面4个人把压力给足，然后对抗路上拿一个单带很无敌的芈月。对，5楼藏芈月。但你觉得快手猜不到吗？我感觉快手都能搬到你的这个老夫子上，应该也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小马他的英雄池的。其实快手这个阵容，说实话还不怎么怕芈月。阿古朵出来走一个打野位。神之者，哎，姜子牙加仓，哇，这个线上的消耗能力非常强，而且姜子牙的话也可以用来去恶心一下夏侯惇。对，看最后一手 ，TTG 对抗路上还有尹、曹操、露娜，这是把夏侯惇摇边去了。然后让露娜走打野位去 counter 阿古朵。对，嘉兴这个赛季并没有用过露娜去打野啊，然后在上个赛季的话，嘉兴也没有用过露娜去打野。第一把，这时候露娜选出来，在整个环境里还可以。也是那个逻辑啊，嫦娥，然后夏侯惇的边路加上狄仁杰发育路。这个线上优势可以去撑塔啊！轻轻的露娜吗？等一下，别着急，等看一下召唤师技能。但青青是真的会，他会。以前在 DYG 的时候，青青那手露娜，去年还记得青青转野那一次吗？
哎，有印象。去年青青转野那一次，真是他惩击露娜边路下后蹲，给嘉欣走边，让青青打野。去年青青就拿过一次露娜，真来啊！1比2的情况之下，上一把句号一手娜可露露，我以为是今天最大的活了，没想到九哲教练还有一个更大的活在这一局等着。看得出来，快手今天这手 BP 给青青这里整的有些难了，是有点难受，都逼到这个地步。但青青可是老露娜了。怎么说这阵容？嘉欣要去打对抗路了。他其实如果说打对抗路的话，会有面临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因为你打野位选手走对抗路，你会缺少很多对抗路的对线经验。但是你有没有记得6.6那个版本？啊，我记得，对吧？你看起来他是一个打野，你看起来这个打野走到对抗路，他其实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正面，他其实才是真打野，他是假边路。他就前面几波对线期一过，对线期一过之后换过来直接去中路，然后青青这边露娜开始在边路，搞起复古风潮了。现在我们看像小胖他们几个打野选手在新版本练射手打野，是吧？我有看公孙离嘛，对，公孙离打野。然后到这场 BO5的第4局，让我们看到了之前的这个边野的调换，因为你看起来青青是一个打野的位置，但是有可能他是一个假打野真边路，他把前期的2波野区一顺之后，他除了蓝 buff 他拿，其他时候他都不碰。他会把自己的线一直理得很好，他其实上是一个对抗路。而且我说实话，然后下后蹲带闪现到正面来，配朵莉亚直接打进攻，带闪的双大下后蹲，你见过没？好早以前见过。是吧？但你别说，哎，你这个你还真别说，你这个版本跟之前露娜走边的那个版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它上路有传送阵。对。他上路清完线可以直接传下，然后再收蓝野区，顺着刷上去，然后继续带，对，带着家里蓝刷的继续传。他这样打的话会很有钱。然后下后蹲的话，前期吃个几波线，然后有个4级之后就开始到正面的打架了。好像还真的很有说法啊！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4局。蓝色方苏州快手，红色方广州 TTG， 青青那一手惩击打野露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是九亭子，我是解如黄超。露娜红开，然后朵莉亚卡下半区视野，黄蓝区被禁，还正好看到了阿古朵。像青青啊、Fly 啊这样的选手啊，他们其实是真的很会玩这种东西。因为我记得之前 Fly 也有打过那种猪八戒嘛，直接钻进野区，从边路直接调到正面来打架，然后就是打完之后甚至这个金牌打野，符合英雄池，主要是正好手里有这个活。流浪沈梦溪先清完，直接来下路给压力，赫兹也到位了，定到了。但有时候姜子牙，是的，姜子牙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的话，是非常克制嫦娥和夏侯这样的英雄的。但是这波九星往前的1技能的消耗的效果很不错啊，反而是这3v3的消耗上，苏州快手血量并不占优。毕竟快手他这3没续航。对。TTG 的话有个朵莉亚。总队实时积分排行，本场比赛苏州快手目前是手握赛点，如果这局比赛快手能够赢下来的话，快手将会拿到第3个大场积分。那么在这个组别的话，他将能够锁定前4，确定在下个阶段的 S 组以及季后赛的第2个名额。而广州 TTG 如果想要拿到的话，就必须要连追2局，就是大场谁赢谁进季后赛和 S 组。看这局比赛的预测啊，评论席到底看好谁？哦，没有一个人看好苏州快手，没有一个人看好广州 TTG 吗？下路的位置，子阳闪现被打出来啊。其实真可以完全把这个露娜看作一个边路，而且我觉得这把露娜她的发育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对，绝对能刷起来。而且他会这么拿，说明青青最近在训练赛肯定也是有持续保持手感的。是的，有玩过那么几回。对，露娜这个英雄是需要保持手感的。嫦娥方控空间之灵，中路这波兵线交汇。
把中线放给露娜吃。想看山豪，对，句号交惩了，上路的位置夏侯惇有闪现，直接交。其实这个换位要进红的话，我感觉对于嘉欣是个考验。就是你，就是刚刚黄昭说的，你一个打野位置出去打边路，思路就不太一样了。对，只有等到他走到正面的时候，估计他会好受一点。是，就是你平时打野是不对线的。对，但是现在很明显可以感觉到，其实萝卜在跟嘉欣打对线的时候是打的完全是游刃有余他的。很自信啊。中路动手打一波，青青被控了，大招两段想跑，但是还是被句号的普攻跟了上去，最终青青倒地，交出了一血。这波把中野辅的一套全部吃满了呀。啊，那也有一个，对于青青来说也有个问题，这他不适应打野节奏。你作为一个边路选手，你要学会吃中，在中路的中线博弈上，这些小的细节可能他就没有嘉欣那么熟练。对，没有那么多经验啊。英雄肯定是会玩的，没问题。下路的话，九星也被带走了。快手的节奏很好。是的，中路一个节奏，下路也一个节奏。而且姜子牙和沈梦溪两个人的 poke 会让 TTG 比较难。一个打前排，一个打后排。啊。沈梦溪闪现过来，刘嫦娥。是的，一波起火带走了赫兹，夏侯惇赶紧交大跑。被粘住了，这波嘉欣走不了。嘉欣再来个一技能拍一下，手里也没有其他技能了。中路和打野也阵，中路和边路也阵亡。嘉欣这把不是打野，就等于意味着除了小雪之外，其他4个人全部都倒了一次。是的，然后露娜这波是快速清上，然后准备用传送阵往下传，但下路这波快手人多，直接给压力。小车过来打出了狄仁杰的一个小雪也走不了了，没有闪现，小雪也倒了，这每个人死一次。TTG 越打越崩，现在这个节奏挺难平下来的。这个局面都是子琪教练一手造成的。他的这个 BP 啊，今天确实给 TTG 带来了一些麻烦，去卡青青的英雄池，卡到他们变阵了。对，因为刚刚黄超也说了嘛，你这一把面对到快手这个阵容，其实你芈月也不是很好拿。因为快手这个阵容，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长手阵容，它是 poke 你的。而且因为子阳他出了这种姜子牙，他其实挂边特别厉害。对，这波就是在抢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说到的，你一个对抗路的选手，打野毕竟打得少，而在这个版本的话，中野辅争中是主节奏，这就被快手抓到了一波机会。然后这里又是流浪抓一波，对，后续全是连锁反应。现在把节奏换回来了啊！现在等于是露娜除了刷野区，她会进一下野区，然后在打正面的过程当中是让嘉欣过来的。但是嘉欣这个经济有点太低了，扛不住。对，打野夏侯惇他是野核，他基本上是等于半野核的经济了，他是有钱的。但是你一个边路坦边的话，这个经济可就完全只比辅助好一点点。对。才2900块钱，上路这一波露娜大招断了，对，断大了，那紧接着刷一个碾死啊，哎，还可以，容错，有朵莉亚在啊。这一波如果是没有朵莉亚刷大的话，那是必死无疑。九星甚至还交了个治疗保了一下。嗯。快手的消耗是真猛。手太长了，沈梦溪加姜子牙加上阿古朵，上路萝卜一个单带，然后正面一个4人打消耗的阵容。对，然后萝卜这把的出装是裸了个苍穹之后再补一个魔女斗篷。对，就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这局比赛跟我对线的绝对不会是嘉欣，就是这个露娜。对，你带个惩击，你也只是一个假打野，实际上你这个真边路。哎，句号拉开了，对，交了大招，有惊无险，想要去杀掉这个阿古朵还是很难的。逼了个闪现。子阳这波1接2直接给到了嘉欣压力，闪现没了。对，上路也打了起来，1v1，互相拉扯，露娜断大，2闪直接留，队友跟过来，是的，追上去了。那这一波九星的话没有大招，所以没办法再给青青刷大了。那这波露娜一倒红区就要被反，感觉好像还是有点生疏啊。看得出来啊，有点生疏了。2波在边线对抗上面断大了。
红 buff 被句号反掉。哦，子阳这个姜子牙很刁钻啊，我感觉他这把输出打得挺高。他一直在烫人，哎，这一波是被打了个闪出来，被打到了残血，被赫斯打的。现在这个 TTG 情况不妙啊，你等于是你一个前排夏侯惇的经济跟对面姜子牙的经济完全一样。 然后边路的露娜，一个打野的露娜的经济跟夏洛特的经济一样。对，露娜连死2次，这个英雄就很难打出经济压制来了。对，我们之前也看过句号的露娜嘛，他露娜的话，其实在打野的位置，他会吃的很肥。这把句号阿古朵的一个走位热点已经正方形打野了。是的，自家的2个野区和对面的2片野区。 再拿一条龙，句号也是裸了个魔女斗篷。TTG 先要轻轻拿一个先知主宰，然后这片红区快手要慢慢挤，先顺着中路。这一波是一个包后卫，夏洛特不在的，正面看能不能给到压力，夏侯惇直接大上去了。然后朵莉亚刷个大招，阿古朵交出了2技能，被拉扯开了，是的，不太能再进。 就正面你想开的话，只能开到这个阿古。是，那快手可以趁着这段时间直接再往前挤一挤。对，露娜现在这个红 buff 应该是可以飘一下的，交了个惩击，把 buff 拿到。是。快手再立马转到中路来，顺着兵线压一波2塔。还是快手压着 TTG 在打，这个消耗太猛了呀。对。人家 TTG 想清线之前，先躲一波技能，得吃1轮伤害啊。对。轻轻想来断线。 有一个包围圈，有人走位躲一下，飘一手一技能，再用大招拉扯开来，还想再试着留一下，撞一波2技能给了个空，打残了。对，只要露娜没断大，快手就不会太深追。阿古朵探草，先吃一套，往后拉，被嫦娥定住，定到之后伤害应该是够的，带走了句号，但是往夏洛特冲进去了，一个进攻关键滑到了夏侯惇身上，那只能往回退了。 夏侯惇交出闪现，往回拉扯，也不敢扛伤害。夏侯惇大招放空了，没有那么大到人。第2个大招话虽然是锁到了仓，但是自己还没过去就已经倒了，太脆了。这波加星的话，他闪现是被子阳将子阳2技能逼了，然后后面想一个大招去锁妖刀，但被妖刀一个拉扯跳开，直接操作了，导致于他身位迈得太前了。对，然后给他刷了第2个大，第2个大甩到妖刀身上之后，但是自己血量实在太残了，是的，没过去，自己死在了原地啊。 10分钟的黑暗暴君，轻轻摸起来，哦，但是被姜子牙抬到了。是的，这要被堵了。看沈梦溪一直丢雷，姜子牙闪现过来挂减抗，最终带走了朵莉亚之后，再让夏洛特过来，又收到狄仁杰，子阳的姜子牙拿到了双杀。看着封神去找妖刀的位置啊，这个不能给错啊，但给错了给到夏洛特也没关系。 疯了，疯了！妖刀，目前这个经济差有点大了。想双龙，先让萝卜扛着，控血量，控了个几百滴血，最后一起打掉，优势真够大，5000经济优势，加上双龙，下波攻势 TTG 怎么扛啊？ 刚刚 TTG 是先打掉了句号1个点的情况之下，还是打不过。分均伤害9798，伤害占比36.5%。流浪每一局伤害都打得足足的。对，综合。这把还有半个中路，子阳的姜子牙，这把子阳都锋芒毕露了，他是4-0了。你看他的装备。 一个辅助拿了全队最多的头，他经济还比嫦娥高。是，青青这个位置，还好一个2技能加了个盾，然后今天萝卜可以撤走。因为就补给了一下下路有个大龙兵，想要破下路的高地，上路的高地已经破完了，转下路还可以再拔的。但是 TTG 集结了5个人在这里，姜子牙个大招甩的不错，下路打到残血。是的，阿古朵
再上去继续磨一下，2技能开起来，让苍再垫后手，把下路的高地给拔了。露娜根本不敢进场。然后上中下3路还有后面的小龙兵，暗影先锋倒了，还有主宰先锋。消耗1轮下去，小雪得回家。是的，被打到了残血的狄仁杰，嘉欣忍不了了，但是扛不住，扛不住伤害，完全扛不住。夏侯惇这局比赛的经济5700块钱跟纸糊的一样，一碰就没了。就报一下经济，嘉欣现在5800块钱，子阳6900，子阳马上7000了。一个辅助比嘉欣的夏侯惇高了1200块钱的经济。中路的高地也突破，想要打一波。是的，带着巨大的经济优势，1万多的经济差。露娜扛不住，直接没了，直接被秒掉，然后紧接着兵线一波结束，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3比1拿下大场胜利，同时也确定了第3阶段的 S 组以及季后赛名额。